其实他们这波真的太上了，你的 W 这一波控制到太多个，控制全其实全4个你控4个，对啊，这么扯，我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控4个。I want it now and I ain't never gon' back down. I want it now and I ain't never gon' back down. I want it now and I ain't never gon' back down. I want it now and I ain't never gon' back down. I am no regular citizen. 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witnessing? You cannot tell what the difference is. 大家好，我是 TLN 的中路 Fofo， 我在队上担任输出的位置。大家好，我是 TLN 的 AD Betty， 我在队上担任下路的输出位置。我觉得阿奇尔、维格特、库奇这几支英雄，从我还没打职业之前就很擅长阿奇尔这种类型的英雄，然后打职业的这么多年以来，这些英雄也陪伴了我很久，尤其是阿奇尔，就是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感觉吧。我最喜欢的英雄凯撒、伊泽跟乔王。那这几支首先是凯撒，我特别喜欢他，因为他可以有很多的操作空间，然后他可以去有很秀的 play。然后伊泽就是一支我玩的特别好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在前期可以拿到很大的优势。然后小红就是很可爱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啊，好。我们现在画面就是视野被控得蛮死的，我们其实不太朝下河道，但现在这样，因为我们把这边控住了嘛，然后我们辅助他海克是闪现，他就是在等一个开团的机会。那卡塔这时候往河道下走了，他去帮我们站住这个一字草，因为这边我们很需要视野，不然像我跟 Fofo， 我们两个其实是没有办法下去，因为我们是远程。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抢一槽，然后来争龙的画面，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把视野，因为我们插了粉眼，然后卡这波在粉眼的地方，他在一只草玩得很好，然后想办法帮我们控住，所以让辅助可以很好的进场开到人，那我跟佛佛就有很好的输出环境这一波。然后其实这场我们是落后1万多经济嘛，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劣势，对面还拿了4龙，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在一个等输的情况了。然后我这把没有什么用，其实。所以当时其实我直接去找了，就已经派我对面想要引诱对方来操作，因为其实这把如果在这个地方再不跟他们绝命一波的话，我们大概率是要输了。然后这里我就一直故意站在一个很暧昧的位置，然后让对面觉得很像能杀到我又杀不到我的位置，然后后面他们其实他们也觉得自己优势太大，然后想要跟我们操作，结果被杀了之后发现来不及了，这是对面感觉不对劲了。其实他们这波真的太上了，你的 W 这一波控制到太多个，控制全其实全4个你控4个对啊，这么扯，我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控4个然后这是控完4个他们还不退，就是确实他们优势有点太大了。但其实我们后续很难赢，就是赢完这波不然还是很难，对，还是很难赢。是又有一大是远古龙吧？是远古龙那部分没操作好，报告玩的也挺好的，对啊，碰到兔子。其实这把兔子很肥，我这边也吓到，我差点死啊！我觉得你应该正常的是要死。虽然对面优势很大，但优势很大的时候要记得千万不要松头哦。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像上把比赛是我们劣势翻盘，这把就是我们怎么从优势到更大的优势，就是维持我们的优势并且赢下比赛的一场教材吧。因为这把就是我们视野的控制都控制得非常好，对啊，就像这里我们在吃资源，然后我就负责把这个口卡住，然后我的英雄也是消耗英雄，就他们只要走过来就会吃一堆技能，所以他们走不过来，所以这个口我已经守住了，所以就接下去放。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做他跟阿志一样在做事情，然后我们其他3个就是想办法负责把这边的事情做好，因为我们各封一个口嘛，所以我们的战场会变成这样，然后跟这样，因为刚刚的战场是这里跟这里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波就是分工分得非常好。
然后因为我们也需要一直给对面压力，所以我们要一直吃这个物件，然后对面就是被迫的一定要过来，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很劣势，所以他们过来要接这个团，他们其实也是不好打，他们不得不接，但是来接的话，对方做得好也不好打，这就是前面劣势的后果。这把其实算是我们比较劣势的局，然后我们需要赶快把这把也是属于我们需要赶快把游戏结束掉，因为我们的英雄落对面很多，上路是会一直被分带的，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条大路。然后这个位置的话，因为我们巴龙车不够快，所以对面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这把是错误的。其实这个地方看到太阳过来了，那就必须得过来，然后我们队友也得过来，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跟辅助得站在这个地方，就对方下到这个地方，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得直接打，就这个地方得直接打了，不能一直被压位置。就这边直接开的话，大概率我们能拿到东西。就这边泰坦走过来，那甩他，雷欧娜一他，大概率他就直接死了。就是我们不能吃不掉的时候又硬要吃，或是就一直跑，大概是这种情况。就是这把是做的不好的一局。对，我们其实决策做的，我们动这条大龙其实决策做的可以，只是说我们后续的方向不对，因为对面的上路在推我们下路了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做快点，但是我们这边其实应该要打架，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打起来，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后续就输了这波团战，游戏也输掉了。当时是我们很早，我们在看到卡米尔在下路带线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要吃这个巴龙。然后可是我们做不好的地方是我们巴龙还有9000滴血，对面人已经过来了，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果断的去打对面的人，而不是还在吃，然后往后退。那其实这一场我们就是拿到了一点小优势，然后现在我们在控制这半边的视野，来抢中线这样。阿志前面就是躲在这个位置，他其实躲得好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开对面中路，如果他们要来抢这波的线，因为我们是基本上会在这边定着，然后对面其实可能不知道阿志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被我们包起来，然后阿志其实也是玩得非常好吧，他就1闪到3个，我们其实这波团就没有什么，就不太需要有什么操作就赢了。我们其实就是要抢中线，然后之后要去看大龙，这样。我们当时就说我们一定要抢这波中线，然后反正阿志当时有说他位置很好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走，然后把我们的位置逼到 F6这里。我记得我们当时的沟通就这样吧，因为我们就是准备来动大龙，就是我们把这波抢完之后，我们沟通就是要看大龙，然后阿志蹲好位置。因为其实我们继续拖时间的话，对我们阵容来说不是特别好，我们想要赶快把这场游戏结束掉。我们算是要来逼小龙，然后大家其实位置都卡了可以，但是这边是被猴子转了一下嘛。然后其实因为我们这把就是我装备非常好，所以就是这里只能看我玩。然后其实这个位置，我当时有一点想法是觉得好像要输了，因为他们的团战位置都打得太好了，他们的 AOE 打到我们太多，然后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躲掉技能。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躲了这么多技能，在当时其实想法没有那么多，就我这边已经觉得我会死了，其实但是我知道这把如果我死了应该就赢不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当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但就玩得特别好，然后顺利的把这场赢下来了。这里就是我们要打草丛，然后我中路线是先推的，我们视野也是先站的，然后对面的 AD 也跑过来了，他们想要打这波团战，我们大家都来了，但我们的视野是好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视野不好，然后我们重新再吃了，他们其实蛮着急的。然后其实因为他这个位置是他觉得他会先开我们，但是其实后来他失误了，然后他其实应该是不知道我人已经在了，他很自信的直接往前跳，然后因为鳄鱼6等我们上路6等是非常强的一只英雄，然后在争草丛的时候他的打架能力很强，然后其实我们的人都是比较靠近
这一半的，所以其实现在的瞬间是我们以一个5打4可以事先击破他们的情况。虽然我们前面有一点劣势，但是我们这波有人数上的优势。就像这波，因为虽然他们在吃草丛，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，草丛是一个来让我们打架的契机，就是对面也必须来，因为他不会让你白赚到3只草丛。那到了草丛这边，大家就是目的是来赢团战，来看能不能拿到人头，就拿经济的，因为对面不可能白给你吃3只，因为这场现在的游戏草丛来说太关键了，如果你白给了3只，其实你游戏也会很难玩，所以基本上在5-6分钟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团战等人来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分析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第2赛段的表现。